我爸被我吊在树上打了7天7夜后，他终于跟我摊牌了。原来我们家有着祖传的系统，世界上所有人的钱加起来都没我们家多。我有些不敢相信，感觉父母是在跟我开玩笑。等下别惊讶，你老爸当年都被你爷爷吓得尿裤子了。爷爷，我爷爷还活着吗？当然，只不过他已经不在地球了。你爸说的没错，最近我们感应不到他，得出去找找看。怎么可能？地球之外还没有人类能够生存的星球。老妈见此情况也不意外。说简单点吧，我们一家子都不是普通人，少则能活数百年，多则能活到上千年，不但不会衰老，而且还拥有难以想象的力量。把它注射进身体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以后你想要找我们的话，就得赶紧提升权限。另外，家族内所有的财产已经转到了你的名下。我撇了撇嘴，感觉有些无语。就我们这小破家能有什么财产？撑死把房子卖了，就有个100多万。这是一张黑卡，凭它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贵宾待遇。不信，先看看里面有多少钱。我迅速接过卡之后查了一下余额，竟然整整有8个零。这是假的吧？我们家到底还有多少钱？这个我们也不知道，反正这世界上应该不会有比我们更有钱的人了。这句话就像是一颗炸弹，在我脑袋里面炸得嗡嗡响，甚至让我想起了网上一名富二代的话。他说他交朋友从来不看他有没有钱，反正肯定没有我有钱。相比之下，我爸和我妈的话明显更有杀伤力。等你以后也能像我们一样，不再受这个世界规则束缚的时候，你也会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。要是哪一天地球你玩腻了，那么飞出地球来找我们啊，只是小事一桩。就在我刚准备说话时，老爸直接把注射器插在了我的手臂上，我顿时感觉就像是被蚊子咬了一口一样，随后浑身一颤，晕倒在地。而我爸妈此时身后出现一道光辉，随后化成一道金光直冲天际。根据上一代宿主的命令解锁所有财富，开始生成权限提升任务，系统已更换宿主。很快我从梦中惊醒，我感觉像是做了一个梦，父母不仅告诉我是个富二代，而且还拥有超能力，这还要飞出地球去寻找爷爷。一看时间已经早上了，我连忙起床去寻找爸妈，却发现房内竟空无一人。尊敬的第100任宿主，您不用找了，第99任宿主已经去找第98任宿主了。你不会就是我爸妈说的那个传家宝吧？得到对方的确定后，我瞬间倒吸一口凉气。等您的权限提高之后，强大到一定程度，就可以离开地球寻找他们。而他们给你留下的任务就是花钱和装逼。我听完呵呵一笑，女友离开我不就是因为我没钱吗？现在有了这祖传的财富，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再发生在我身上了。现在下发第1项任务，让所有人知道您这一位超级富豪的存在。任务完成，时间限定为1年。我瞬间有些语塞了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个土豪，这怎么搞？花钱吗？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花。买车买房的念头从我脑中闪过，毕竟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让我一下子花钱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花。就在我头脑发胀的时候，给你下发一个新手任务，现在去直播平台消费1000万，任务奖励身体素质双倍强化。我特么的直接傻眼了，别说1000万，我长这么大碰过最大的一笔钱就是大学的学费了。主要的是那1000万可是占了我这张黑卡的10%，要让我出去挥霍，实在下不了手。区1000万而已，我们的产业1秒钟基本就能赚2000万。我按到这家伙可真会吹牛，而且都不带打草稿的。你梦想中的车是什么？阿波罗的太阳神。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说道。很快5分钟后，我的手机就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。您是阿晨吗？我们为您设计了一款独一无二的定制跑车，现在是来和您确认交接工作的。我闻言又是一愣，自己什么时候提交过订单了？难道是土豪系统做的吗？可他又是怎么做到的？车辆将在1个星期内改装完成，在跑车的基础上将拥有 FD 和自动巡航，还有智能控制等功能。2周后我们交接。谢谢，到时候联系我就行。您言重了，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。我顿时感觉特么的像是做梦一样，这种级别的跑车好像都要定制的，通常需要等半年或者1年时间，为什么我的会这么快？你也太大惊小怪了，4个圈那小公司你有70%的股，所有的跑车集团你几乎都有90%分成，你要的车子谁敢给你拖延？我顿时就亚麻呆住了，我竟然是4个圈公司的老板吗？你不会还要告诉我像法拉利、劳斯莱斯之类的也都有我的股份吧？真不愧是宿主，像阿斯顿马丁、帕加尼很多都有你的股份，这些加起来都不到你资产的9牛1毛。现在你对你家的财产有个概念了吧？我这次彻底被震撼翻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区1000万打赏金额，对我来说连屁都不算。随后我就像开了窍的说道：钱是什么东西？既然花不完，那就往死里花。
说干就干，我当即打开手机，然后在直播平台上打开了我的账号，紧接着充了500万。一些平民直呼：我操，这他们又是哪个土豪提升 VIP 等级了？而有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人立马展开调查，他们发现这就是一个刚办2年的号，之前顶多发过几百个免费的狗粮。也就在这时，有人不禁怀疑到，这绝对是个傻逼，说不定是把公司的公款挪到直播平台上装土豪了。此时充值完的我刚从双手颤抖恢复过来，我现在还不敢相信500万就这样没了。这才只是第一步，以后一掷千金的机会还多着呢，慢慢的您就适应了。我这不是频繁惯了吗？一下子转换让我适应不过来。现在正好是放暑假期间，我习惯性的点进了一个游戏直播间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主播蒲老师，他主打王者反差搞笑节目。我之前看他都把免费的狗粮送给他，这次我不再低调，上来就送了他将近1000个熊猫，价值是50万人民币。原本弹幕就满天飞的直播间，顿时就像是被放入了一枚重磅炸弹，一瞬间就沸腾了起来。下面的网友惊呼：卧槽！这特么从哪里来的土豪？不知道您还缺不缺挂件？我可以为你生猴子。朴老师刚从椅子上爬起来，看到满屏幕的礼物，也是吓了一跳。他的直播间虽然不缺土豪，但这样一掷千金的他还真是没见过。感谢林深剑路大哥送来的1000个熊猫，我一会儿先给您加个房管玩玩啊！兄弟，加个绿泡泡吧，没事我带你打2把上分。很快我就获得了房管的权限，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绿泡泡号发了过去。有机会我去魔都找你吃饭。现在我先去别的房间看看。随后我又打赏了1000个熊猫后退出了他的直播间。至于房间里是什么样的画面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打开关注列表后，除了朴老师之外，还有一个女主播的房间是亮着的。这个女主播是一个叫心雨的才艺主播，每天晚上10点以后弹钢琴唱歌的女孩子。此时我还沉醉在她的歌声中，而直播间的弹幕已经炸开了花，并不是因为心雨自己的粉丝，而是我的到来吸引了大批的围观群众。很多人都在想，我这神秘土豪会不会继续打赏，所以跟着我蜂拥而入到这里。由于我的到来，房间人数一下到达了10万，而且还在飞速的增长。我也不说二话，直接一掷千金，又是1000个熊猫。坐在钢琴前的心雨瞬间就捂住了嘴巴，然后连忙掏出计算机算了一下，一个500块，100个就是5000块，1000个就是50万，这一波就赚了25万。一时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幸运女神降临了一样。不过他看向我的网名后却是皱起了眉头，他的直播间每天也就2000个人左右，这个林深剑路好像就是每天守在直播间的一个人。一时间他想不到什么感谢的词，只是不停的鞠躬说道：谢谢陆总的打赏。底下的评论区更是火热，土豪又要开始装逼了，大胆预言一下此主播必火。心雨还沉浸在惊喜当中，突然弹幕上的一句话让他几乎绷不住情绪，想要哭出来。我表示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身边出了什么事，但看了你这么久的直播，我觉得你并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，希望你的歌声和琴声能快一点快乐起来。这一下评论区分分钟沦陷，陆总不仅有钱，撩妹的功夫也是一绝，这波操作我给满分。心雨努力擦了擦眼泪，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。陆总，有什么想听的曲子吗？我说出了最喜欢听的那首英文歌，很快听完之后，我又送出了1000个熊猫，然后再次引起了直播间的一阵轰动。退出心雨的直播间后，我再次开始了查房的伟大事业。不管是大小主播，只要我感兴趣的，都是99个熊猫起步。一个下午的时间都消耗在直播平台上，我终于完成了消费1000万的任务，我感觉都有些麻木了。然而这个平台上从此出现了一个传说，一个 ID 叫林深剑路的神秘大佬，在3个小时内竟豪掷1000万打赏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身体被一道电流瞬间穿过，整个状态足足持续了5分钟，用脱胎换骨来形容我更加贴切。恭喜第100任宿主，你的身体素质已经强化了2倍。这种感觉让我顿时大喊了出来。5分钟的时间，身体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刚刚那股电流是什么？这是第99代宿主所积攒下来的能量，可以把你从一个普通人变成无所不能的超人。但是您的父亲有交代，这股能量需要通过奖励形式对你发放，不然对你的成长有不好的影响。这我倒是也能理解，这种强化的方式只有短期的好处而已，只能等我真正强大时权限提高之后才可以。我刚才给你联系了一个管家，他是第98代宿主曾经帮助过的一个人，现在就在门口站着。老者刚进门就激动得语无伦次。您就是阿陈少爷吧？我今天特地带孙女来跟您交接资产。快请进，我也是昨天才知道我们家有这么多资产，庄老可得好好跟我说一说。叫我老庄就行。旁边这位是我的孙女，您名下的产业我交给我儿子他们在打理。另外我心想少爷这边缺少一个助理，我的孙女庄颖应该能帮到你。我又不是什么公司老板，现在还只是一个大学生，要助理干什么？您有所不知，动用产业资金时，总不可能每次都亲力亲为吧？你别看小颖年轻，她现在已经在牛津大学读完了经济管理学的硕士学位。我忽然意识到我对自己的财产几乎一无所知，要是没钱了，还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调动资金。正好这个庄颖能帮我解决这个麻烦。交代完事情后，庄汉中就离开了。我站在阳台上才发现，
他的座驾竟然是一台劳斯莱斯，那一个金光闪闪的小金人差点闪瞎我的眼睛，甚至车上还有一个专职的司机。很明显，这老头必然是一个身价不菲的人，而这样的人居然只是帮我爷爷管理一部分财产的。一番接触后，庄颖对我的性格也有了一些了解，只不过一男一女共处一室，气氛有些尴尬。庄颖率先打破了这个僵局。少爷，要不先换一个住所吧？你们家这个地方实在是有点太小了。您名下几乎在所有的城市都有房产，您希望住在哪里，我都可以帮你安排。所有的城市都有房产了，这恐怕就连华夏的首富都未必有这么大的手笔。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了解我们的家族了。我思索了片刻，直接说道：“去江南吧，最好离江南大学稍微近一点。我即将要去那边读书。”庄颖听后，立马从包里掏出一个平板电脑，然后不知道在里面输入了什么，顿时密密麻麻地弹出了一整页的搜索结果。我连忙上去瞥了一眼，看上去好像都是某某小区之类的。很快，庄颖就说道：“已经找到了，离江南大学大概3.5公里的地方，有一个江南别院的别墅区，它是一位欧洲设计师设计的，面积1600平，目前总价值2.8亿人民币。”正在喝水的我差点一口水把自己呛死。一栋房子居然要2.8个亿，那不是几乎1平方米就得18万吗？这简直就是寸土寸金。庄颖就喜欢看我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如果你想去的话，现在立马就可以为你安排。走，现在就走。随后我在房间里就拿了一张一家3口的合照，然后就往门口走去。这一刹那，我竟然感觉心里空荡荡的。这个住了20年的地方，现在说走就走，自己就像是变成了孤儿一般。庄颖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心思。这个地方我会安排人经常来打扫的，要是少爷什么时候想回来看一看，任何时候都可以来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我们现在就出发吗？得到我的肯定后，我们一起下楼了。当庄颖看到停在下面的保时捷卡宴时，顿时就愣住。少爷平时就开这种破车吗？未免也太掉身价了。殊不知在他眼里的破车，我爸跟我摊牌时，我还以为是租来的。不过看庄颖的眼神，我感觉自己被鄙视了。我已经让人定制了一辆跑车，应该2周之后就能送到。还有你说要找司机的话，也不用找了。你阿陈少爷我年纪轻轻就被别人称为秋名山车神了。这话出口，我感觉有点被打脸。毕竟我这辈子连车都没有碰过几次。不过我刚刚进行了身体强化，就我这反应和协调能力，开赛车都没问题，更别说区去个江南市。很快我把车开了出来，装得很熟练的启动后，庄颖坐在副驾驶悠悠道：“少爷要是累了就换我来，我爷爷一家的命都是少爷的爷爷救的，要是没有少爷的爷爷，可能就没有我。就算我们在路上被撞死了，最多也就是把命还给你们了而已。”我嘀咕了一句：“有那么严重吗？”心里暗想，我爷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人，怎么才能让这么一家人对我们死心塌地的？我抬头望着天空，似乎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天都会充满无数惊喜。很快我们抵达了江南市。身为江南大学的学生，我自然是听说过这个江南别院。之前就听室友说，这个地方的别墅最便宜的都要8万1平，而最小的别墅建筑面积都是200平。这个价格我曾经想都不敢想，多少人奋斗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个钱。现在我拥有了江南别院最大的一套。我和庄颖快步走进了服务中心，这里面更像是一个高档的咖啡厅，所有业主在这里都是免费的。前台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。我叫小文，请问2位有什么业务需要办理？庄颖率先上前一步道：“你好，我是阿陈先生的私人助理。现在我们要回收他在这里的1号别墅。”这个叫小文的服务员当场就被吓得花容失色，因为这1号别墅自几年前卖出去后就一直没有人住过。他们的上司曾经交代过，随即他立刻换上一副甜美的笑容：“我们现在还需要办理一下手续，麻烦出示一下户主身份证和房产证。”说完，目光从我和庄颖身上扫过，他猜想难道我就是这个1号别墅的主人吗？但他很快就摇了摇头，这小伙子实在是太年轻了，想必主人一定是年近中年或者暮年的富翁。你找一下房产证，应该已经有人送过来了吧？小文闻言立刻打电话进行查询，果然1个小时前就送到了，只是对方用的快递的方式，他们服务中心没人敢拆业主的快递。很快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把快递取了过来，这必须得阿陈先生亲自开启，麻烦出示一下他的相关证件。庄颖可没这么大的面子，保管我的身份证。我赶紧从包里把身份证掏了出来。前台的几个姑娘听到少爷2字时脸色一变，她们刚刚已经排除了这个年轻人就是1号别墅主人的可能性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打脸。很快业务搞定后，我们坐到了 VVVIP 室。庄颖对我打趣道：“陈少爷，我对您保证，只要您想，今天晚上他们任何一个都愿意到您的别墅给您暖被窝。要不要我给您安排一下？”虽然我之前和女友谈了2年半的恋爱，但我可还是一个标准的小男孩，这样的调戏顿时让我羞红脸。看到我吃瘪的样子，庄颖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开心，之后更是调侃道：“少爷可不能这个样子，以您的身份，以后恐怕会遇到数万个优秀的女孩子。您不仅早转变心态，不然以后有您受的。”我心想，一直被这么调戏也不是个事儿，我顿时狠狠地说道：“暖被窝就别给我找人了，要找就你亲自来吧。”
此话一出，还在继续开玩笑的庄影顿时脸上羞红一片，刚才还想继续说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。我暗想终于扳回了一城，于是像一个优胜者一样笑了起来。5分钟后，一个中年男人接到电话后赶紧跑了过来，然后对我说道：我是江南别院的经理王志海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联络我。庄影也不想跟他废话，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跟我阿陈少爷说话的。我们一路赶来已经很累了，阿陈少爷需要休息。王志海顿时就清醒了，他好像太看得起自己了。虽然我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，但这位助理小姐好像着实有些厉害。于是他立马说道：“2位坐我的车过去吧，从这里到1号别墅还有一段距离。”不麻烦，我们自己开车，你在前面给我们带路。王志海顿时就有些垂头丧气，只能无奈说道：“麻烦2位跟着我吧。”作为地产的经理，他的配车自然不会太低级，是一辆价格在300万左右的迈巴赫。当他看到我的座驾是保时捷的时候，有些意外。最牛逼的人物开这种车好像有点太低调了。2辆车一前一后驶进了小区，通往1号别墅的只有一条特殊道路，而且还专门安排了一个门卫。我虽然有了心理准备，但也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因为这别墅也太大了。或许用宫殿来形容它都不夸张。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进去看看。王志海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将钥匙交给庄影后就离开了。王志海走后，我对庄影问道：“你不对劲儿，为啥对这个王经理这么冷漠？”庄影顿时严肃地说道：“这些人都是因为你有钱才跟你打交道，我在他的眼里看到了贪婪和谄媚，这样的人没必要多说话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好像突然理解了一些什么东西，随后跟庄影期待无比地走进别墅。地上奢华的地砖让我连脚都不敢踩上去。这种瓷砖是特制的，表面我们增加了一层人工水晶，每一块瓷砖的价格应该在5000人民币左右。我感觉已经快疯了，岂不是每1平方米都得3万多块钱？就算是市中心的房价也就这个水平。这是宋代的一对青花瓷瓶，应该是您的先祖那边传下来的。现在的价格每只应该能达到1200万以上。我再次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我的祖先到底有多败家，竟然把古董放在家门口。庄影表示可不止家门口。你能看到墙上的那一幅画吗？那是梵高的星空，在它的左下角写着荷兰语，翻译过来就是感谢我华夏的朋友，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帮助了我，特此将其中1半赠与他表示感谢。文森特·楚梵高。我已经麻木的不能再麻木了。系统提示：91代宿主曾援助过你，此画当前估值约6亿美金。我这次是彻底傻了，现在终于读懂了一句话：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。这边不过是外围，真正的藏品都在书房里。那把小提琴是帕格尼尼用的，那个角落里的钢琴是肖邦送来的。我已经无力吐槽了，直接准备摆烂躺下不动了。谁曾想庄影的下一句话，差点把我给吓得昏死过去。今晚你住哪里？这附近的20栋别墅全是您的，我随便找个空的住就行了，有事随时可以找我。我的头顶顿时冒出几道黑线。我们家的钱就花不完吗？这个别墅区不会都是我们家的吧？也不能这么说，那些小于300平的垃圾别墅不是您的，其他第2档次的房子里住着随时为少爷服务的团队，包括保洁人员和医生等，一共有200多个人。说完，庄影便离开了，而我坐在沙发上，给自己狠狠的一个耳光。强烈的疼痛感让我意识到自己没有在做梦。突然，我听到肚子一阵咕噜噜的叫声，目光转向茶几上，有一只卫星电话。很快我就找到负责我日常起居的厨师长号码，随后我直接拨了出去。麻烦你们给我做点吃的吗？阿陈少爷，您好，请问你想吃点什么？只要你想吃的，我们全部都能做出来。我闻言呵呵一笑，这些厨师说大话也不怕闪着舌头。我如果想吃金枪鱼，你还能给我弄下来吗？你想要什么样的吃法？忽然意识到他们可能真的能做出来，果然在下一秒他就说道：“您有10架私人运输机，每个星期都会去世界各地采购最新鲜的食材。刚好昨天冷库放进了1块新的金枪鱼肉，若是你想吃，我立刻给你安排。”我顿时翻了一个白眼，有钱果然是可以为所欲为。10架私人飞机居然被当成采购的送货飞机，还有比这更加奢侈的吗？哎呀，刚刚只是开玩笑的，其实我只是想吃碗面而已。另外别搞得太夸张，随便加点海鲜和青菜就行。阿陈少爷，请稍等，20分钟内就会有工作人员送到您那儿。有些类似于温泉的成分，我感觉有些太夸张了。做土豪是可以的，但这些没必要的开支就是在浪费社会的资源。刚洗完澡，房门就被敲响，我的面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送了过来。他是那个厨师长的儿子，虽然年纪小，但勤快能干。我道了一声谢后，提着打包盒回到了房间内。当我打开外卖盒时，顿时就凌乱了。这个面特么的，有一个脸盆大，里面放着一只帝王蟹，还有几个鲍鱼。我异想天开，
难道这面也不普通？是用82年的拉菲浇灌出来的吗？很快吃完面后，我拿着帝王蟹的钳子剔了剔牙，走进卧室，我看见一台电脑，上面显示显卡是8090，开机速度只需要1秒。而每天晚上听心语唱歌已经习惯了，所以我立马点进了他的直播间。好像是因为我的缘故，他现在的粉丝已经从5万暴涨到了127万。随着我的进入，原本热闹的直播间直接爆炸，我就知道陆总今天一定会来。蹲了一晚上，果然把他蹲到了。可心语却完全无视这些弹幕。大金主，你想听什么歌？和往常一样，随便唱就行。慢慢的，我在歌声中放松了下来。忽然，我有一个让自己脸红的想法：这个心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于是我马上发了一条私信询问了一下，我们两人马上就加上了微信。他跟我说不要起坏心思，我瞬间兴奋地打了一个响指，随后听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已经是中午，跟厨师长交代了一下今天准备出去吃，然后才想起来昨晚把正事给忘了。加上心语的微信后还没说过话，于是我赶紧发过去了一条信息说不好意思，昨天搬家听你唱歌就睡着了。没过几秒就收到了他的回复，他笑着说不要紧，我知道你这样的土豪都是很忙的。我表示我刚搬到了江南市，正好学校也在这边，我准备常住。心语闻言当场倒吸一口凉气，你居然还只是个学生吗？我还以为你怎么也得40、50岁了。我其实才20岁，过完暑假才刚刚读大4，现在就在江南大学。啊，还挺巧，我也在江南大学上学。不过我是学音乐的，可能没你成绩好。还有昨晚我那些粉丝都在猜测你的身份，有人说你是不学无术的富二代，有人说你是企业的大老板，他们想破头都不知道你竟然是一个大学生。我翻了翻白眼道，凭什么富二代就一定是不学无术的？自己好歹也算是全面发展的优秀大学生好吗？你肯定是哪个大家族的公子，否则也不可能在直播平台消费上千万。我回应道也算是这样吧。还有以后别叫我什么土豪了，叫我阿晨就行。昨天你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我爸在医院里正好需要这一笔钱，有机会我一定请你吃饭，你不要嫌弃地方太差就好。那可不会，你要是找个太贵的地方，我说不定还不太自在。毕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也是前天才知道我很有钱的。心语发出了一个调皮的表情包，很显然他并不相信我说的话。难道和网上小说写的一样吗？你爸妈突然告诉你，其实他们是亿万富豪。但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我父母还不仅仅是亿万富豪这么简单，他们现在都不知道已经跑到宇宙的什么地方去了。刚才庄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，说是需要给我安置一身像样的行头，毕竟我现在全身上下加起来连1000块都勉强。我本想随便找一家商场买一身像样的就行了，但庄颖告诉我，我还有一个私人的工厂，专门为我和其他替我服务的人定制衣服的，下午就会有人来给我量身取尺。随后我开着车驶出了小区，穿过一条街后来到了学校门口。这个时候除了苦逼的研究生们，学校里面没多少人。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停车位，刚从车上下来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这是我的室友陈凯。我操，这几天怎么好像变高了？我刚才都不敢认你。滚你丫的！你哥们儿我现在还发育呢，你不知道吗？还有你怎么没回家呀？家里想让我考个研究生。倒是你怎么又回这里来了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直接说最近搬家搬到了江南市。陈凯羡慕地说，你这小子还真是深藏不露。江南市的房子已经涨到了6万以上，随便一套都要人家奋斗大半辈子。不瞒你说，我爸前2天刚告诉我是个富二代。今天下午我请你吃饭，就去学校附近最贵的巴特勒餐厅如何？啊！陈凯当场就懵逼了，那里的人均消费可是要300块钱以上，对他们这种大学生来说非常奢侈。废话少说，就冲咱们3年室友的份上，我请你。走，别磨蹭。就算卖血也得去个好地方吃。说来也巧，我们刚到餐厅时，迎面走来了2个人，其中一个正是我的前女友蒋媛，另一个就是被她抱着手臂的男朋友王璇。我此时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陈凯反而冷笑了起来，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我对这个蒋媛有多好，陈凯是最清楚的，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她准备一个小惊喜。为了送她上下课，还攒钱买了一辆电动车。迎面走上一位服务员问道：“请问几位？就我们2个。”服务员走后，我们2人就在闲聊。你现在搬到哪里了？以后有机会去你家玩。在江南别院。你要是觉得学校太吵，可以住到我家，反正空着很多的房间。闲着也是闲着。陈凯好像并不知道江南别院是一个只卖高端别墅的小区，只是点了点头之后便没有再说话了。但一旁的王璇却发出了不友好的声音，说大话也不怕闪着舌头。作为自己女友的现任，必定对前任充满了敌意。别人没听过，他可是听过的，因为他自己家就在江南别院里面，他很清楚这里最便宜的都要接近2000万。随后他故意说得很大声道：“我以为你前男友只是穷了点，原来他人品都这么差。”周围的一些客人也不由将目光汇聚了过来，有些知道江南别院的人顿时就露出了鄙夷的笑容，看着我一身的某宝货。别说江南别院，就算在江南市买个普通的房子都不容易。目光焦点的我面不改色，毕竟经过前2天的震撼，我的心理素质已经不知道提高了多少。而此时蒋媛却说道：“他一直都是这样子，打肿脸充胖子是他的常态。”
我呵呵一笑，自己竭尽所能对他这么好，居然最后得到了这样的评价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吗？让眼前的这一对狗男女彻底闭嘴，任务完成度增加2%，随即奖励宿主祖先一件不要的垃圾。我听完当场就愣住了，虽然不知道祖先不要的垃圾是什么东西，但是以我对系统这2天的了解，这所谓的垃圾只是对我祖先而言罢了，对我来说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宝物。一群垃圾也敢嘲笑老子！你们说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，我抠出一根脚趾头都比你们有钱。前女友的男人王璇当场就忍不住了，毕竟知道他身份的人哪一个不是卑躬屈膝的？一个普通家庭的穷小子也敢这样和他说话。只见他猛地朝我的衣领抓了过来，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我只是轻轻一捏，他那腱子肉在我面前就像是小鸡，毕竟我的身体可是刚经过双倍强化的。渐渐的，王璇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，不过为了面子，他还是硬生生忍了下来。突然陈凯上来把我们2个人拉开，而我只是轻轻一推，直接把王璇推倒在了座位上。随后他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领，王璇一脸怨恨地看着我，显然刚刚吃了不少的亏。你的眼光还真是不怎么样，挑的这都是些什么狗东西？2个保安气势汹汹地走了上来，王璇恶人先告状，伸出手腕后表示这2个家伙刚才打人。大堂经理闻言也是怒了，在这个地方还真没几个人敢打架的，如果有那就是真行。对此我毫不在意，直接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。我跟朋友在学校附近的餐厅吃饭，正巧遇见了前女友和她的男朋友。人家正在嘲讽我吃不起饭呢。少爷还请等2分钟，这件事我马上给您解决。您父亲应该给了你一张黑卡，只要出示那张卡，一般有眼力劲儿的人都会给你最高级的待遇。看到我放下了手机，王璇嘴中喃喃道：“就会装模作样，等一下就让保安给你赶出去。”对此我毫不在意。你等下接个电话。白经理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，能有谁会给自己打电话呢？果然不到2分钟，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来电显示正是这家店的老板。老白，你怎么回事？这个分店是不是来了一个年轻人？绝对不能够得罪他。要是他不满意，别说你要走人，就算是我们总公司都开不下去。白经理闻言，声音止不住颤抖。这家店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拥有产业，怎么可能说到就到？这个年轻人背后到底有什么恐怖力量？挂断电话后，您好，您就是阿陈先生吧？我马上为您安排最尊贵的席位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。王璇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顿时就不满地说道：“你们什么意思？就凭这2个土鳖也配吗？”对此我直接冷笑道：“就凭我是这家店的老板，够了。”其实就在我们刚刚争执的时候，系统已经告诉我92%的股份都在我手里，剩下的那8%也不过是奖励给了那些对集团有着突出贡献的人。王璇刚回过神就怒骂道：“你妄想过头了吧？这营业许可证上的名字是一个叫徐高伟的人。”你到现在还不相信吗？白经理帮我把这2个人赶出去，以后永远不允许这2个人进入。白经理可是记得很清楚，刚才徐总可是要他满足我的一切要求，所以他立马叫到保安，把这2个捣乱的人赶出去。蒋元顿时就有些慌了，要是他们2个就这样被赶出去，以后恐怕会成为学校的笑柄，稍微调查一下他们的脸就会被丢光。可王璇看起来却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直接说道：“你们还想不想做生意？老子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想把顾客赶出去的。”突然一个服务员来到白经理耳边说道：“刚刚的争执确实是那位先生引起的，也是他率先动的手。”白经理听闻此话瞬间就笑了，只要占道理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如果有任何不满，可以向工商部门投诉。王璇自然是知道自己理亏，虽然他是一个富2代，但他爸只不过是一个股东而已，说出来也未必会有人认识。我见状还露出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。怎么，你是不是很气？我知道你很有钱，但你能拿我怎样？这家店有本事你就买下来啊！王璇看着我一副欠打的样子，几乎忍不住想要再次动手，但一想到我那怪物一样的力量和那2个虎视眈眈的保安，只能硬生生忍下去。我见状还觉得不够爽，直接对他说道：“忘了告诉你，不只是这一家店，这个品牌所有连锁都是我的。你要想买这家店，恐怕得先把整个集团买下来。”王璇当即就傻眼了。虽然他不知道这家餐厅集团的市值有多大，但上市的集团绝对没这么简单。我摆了摆手，跟白经理说道：“交给你了。”随后就跟着一个服务员朝餐厅的预留贵宾位走了过去。就算是赶人，白经理依旧保持着一副微笑。集团做这么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旁边的人也是议论纷纷，这小伙子以为自己有点钱就可以随便欺负人，这次踢到铁板上了吧？要是我就找个地方钻下去了。周围的非议让2人更加难堪，继续待在这儿只会更加尴尬。于是他气冲冲地丢下蒋元跑了出去。蒋元自然也不敢多说，直接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。王璇一肚子的火气不知道从哪儿发泄，只能一股脑全部宣泄在蒋元身上。蒋元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说道：“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他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得打工攒钱给我买礼物的。”
我从来都不知道他家有这么多钱。王璇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这么大的亏，所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我好看。可蒋元却劝他不要乱来，担心他做出什么没分寸的事连累到自己。此时我已经来到 VVIP 室，来2份7分熟的战斧牛排，外加阿根廷大虾和1份鹅肝。我知道陈凯肯定不好意思点，索性直接一起点完了，当然也就点了2个人能吃下的量。您放心，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帮您安排。你小子瞒的也太狠了吧！3年同窗啊，居然一点都看不出来你这么有钱！你这样的土豪，居然之前还向我借过钱！我一把将激动的陈凯摁了下去。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，以前可真不是装的。看着陈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，我继续补充道：“你看这3年时间，我只有1辆自行车，还都送给蒋元了。”陈凯仔细思考了一下，感觉这倒是，毕竟再怎么装这么长时间，总会露馅儿。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给哥们透露一下，你家里到底有多少钱？”你可能不相信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父母给我留了到底多少钱。那个江南别院是什么地方？那里的房价应该很高吧？1平方米最起码得6万。我摇了摇头，伸出10根手指，意思就是15万1个平方。如果不是在餐厅，陈凯差点直接拍桌子。这他妈简直就不可能！15万1平方，根本就是跟打劫没啥区别，在我老家都能买1整套房子。我害怕他再问下去打击他的自信心，于是直接说道：“有空我带你们几个去我家玩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毕竟我家里的任何一幅字画都比整栋房子的价格更高。”开也没有多说，开玩笑的说道：“咱哥几个可是3年前就说好的，苟富贵勿相忘。现在你有钱了，可别忘了我们这帮兄弟。”我虽然帮助不了所有人，但我自己的室友绝对会鼎力支持，所以我直接说道：“你们要有创业的想法，尽管跟我说，我一定会大力支持你们。”就等你这句话！我们现在已经搞出了一款游戏的雏形，只要能做出来，绝对会火爆市场。我顿时也来了兴趣。我们寝室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物理的，其他3个都是学计算机的，而且他们3个平时最喜欢的就是游戏。说到此处，陈凯叹了口气，可惜我们缺少搭建游戏服务器的资金，再加上缺少人手，我们不得不放弃。突然我灵机一动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给你们投资1000万够不够？你开口就是1000万，谁能扛得住？怎么不够吗？要不我给你1个亿。陈凯听闻此话，更是猛地咳嗽了起来。你家到底是得有多有钱？不是不够，只是你看都没看就直接砸钱，不怕我们坑你吗？我笑着说道：“区几千万无所谓，我的好兄弟，失败了亏就亏了，再来就行。”陈凯瞬间无言以对。钱现在都是这样玩的吗？亏个几千万，居然说亏了就亏了。你们把资料整理一下，我找个时间让我的秘书跟你们对接，要是没问题，资金立刻到位。不过先说好了，我只负责出钱，其余的你们自己想办法。贝莱，只要有钱，啥都不试试。我们2个人越聊越起劲。既然陈凯现在决定搞游戏，那他就直接放弃了考研的计划，还要拿出所有的精力来完成事业的第一步。吃饱喝足后，我回到了别墅。刚回到家，我就接到了一个很久没联系过的人的电话。我一看是自己的老同学蒋一。蒋一面露喜色，他毕业这么久都没给我打过几个电话，每次和他说话仿佛就回到了高中那个时代。对面表示半个月后就是我们高中的校庆，咱们班主任想让我们回去看看。我听到这个消息还挺开心的，就这么点事吗？刚好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可以聚聚。但你别忘了，班上那几个人肯定要回去装逼的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突然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触发任务，在校庆上大出风头，奖励先祖不小心丢掉的物品1件。我闻言嘴角瞬间勾起一抹笑容，这次回去肯定要有人装逼的，而我就要给他们把脸打得啪啪响。我要成为装逼界最闪亮的星星。但是我一不小心又听到一个让人震撼的信息，我们家居然跟英吉利皇室有着很不错的关系，难怪能将这个首席设计师给请过来。此时赫拉姆那一张脸上堆满了笑容，在他这个年纪本来是不愿意来这么远，但是每年500万英镑的工资加上私人飞机的接送，他所需要的仅仅是每年培训一批学员。如果要是能够改国籍的话，他甚至愿意给我做专职的设计师。好久不见，上次见明明还是一个婴儿呢。简单的一句话，我却读出了不少的信息。赫拉姆先生也为我父母设计过衣服。赫拉姆闻言连忙点了点头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听您父亲说，想让您过个普通人的生活，所以隐瞒了很久。现在他将所有的财产都交给您了，然后我就受邀前来拜访。你也不必客气，要是这么算起来，你还是我的长辈呢。谁曾想他下一句话直接说道：我表面上很淡定的点了点头，但是心脏却砰砰砰的跳。这英吉利女王的邀请，恐怕这世界上应该没几个人有这样的牌面吧。
很快，赫拉姆为我量取了身材，然后又询问了我一些喜欢的风格和款式。在得知我半个月后要参加校庆，他立马说道保证完成任务，半个月的时间足够设计一套合适的衣服。跟我道别后，赫拉姆立马朝工厂赶去，而此时庄影却不淡定了。少爷要去参加校庆的话，肯定是要装逼的。如果想要成为知名校友的话，很简单，直接以您自己的名义往母校捐一笔款就行了。我闻言顿时拍了拍脑袋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对自己母校来说，更看重的是校友的影响力以及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。于是我立马问了一下，现在我账户上能动用的现金一共有多少？我只帮您控制了一部分资产，国内外所有银行加起来，流动资金大概有5000亿美元。怎么可能？我甚至以为自己听错。在庄影再次讲述一遍后，我才慢慢的回过神。我只知道世界首富的资产也不过是1000亿美元出头，可这些还只是固有资产，我随便可用的流动资金就是他们总资产的4倍还要多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他刚刚说的只是控制了一部分资产，那其他的资产又是什么？您家族的资产一共被分成了7个部分，是由7个庞大的组织或者家族在为您打理，而我们庄家负责的仅仅是最少的一部分。我听完差点昏死过去，走在阳台深吸一口气，那股眩晕感才好了一点。我看向天空，努力不让自己笑出声音。现在才知道为什么父母想让我过平常的生活，他们只为锻炼出我这一副土鳖的样子。很快回到房间后，我就收到一份来自母校的邀请函，随后我就拿起手机拨通了校长办公室的电话。此时在校长办公室内，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正垂头丧气地看着今年高考成绩统计单。这位便是韩二中的现任校长朱敏。虽然这所学校在韩市被称为重点高中，但只能背上一个千年老二的名头，因为上面还有一个韩一中死死的压着。尤其是最近2天，3中最近出了一个不得了的校友，给学校捐款了1000万，帮助学校发展事业，导致千年老二快要变成千年老三了。突然电话响了起来，我直接表示想要询问一下校庆的相关事宜。朱敏有些疑惑，一早上已经接到几10个询问校庆的电话，估计这个也不例外吧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对着手机说道：学校接受学生的捐款吧。此时朱敏和我聊了2句后，已经得知我是第16届的毕业生，现在撑死也就还在上大3，所以他觉得我并没有多少钱，只能委婉的说道：捐款的数量不在多，你量力而行就可以。说一下捐款金额，我现在做下记录。学校只能接受现金类型的捐款了。那当然是不限类型的。你还记得校门口的那种雕像吗？那就是我们的一位知名校友捐献的。既然如此就好，我就先卷10栋楼吧。听闻此话，朱敏的声音直接猛地一哆嗦，随后就苦笑了起来。他觉得我在跟他开玩笑。我打算拿出1个亿来资助我们学校，除了建造教学楼、实验室之外，剩下的钱完善一下学校的设备。朱敏还是有点不敢相信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毕竟就算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，要他一口气拿出1个亿来捐一所高中，恐怕也没几个人会舍得吧。我表示当然是真的，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啥时候说过假话？朱敏仔细一想，虽然这个阿成平常不是跑女厕所偷看，要不就是给老师的裤兜里放蛇，但他的人品却是非常端正，我觉得他还是有点不相信。这样吧，现在我就把钱打到学校的账户上，接下来我们再谈如何？随后我就挂断了电话，紧接着调出了土豪系统。现在你帮我转1个亿的资金到我高中的学校账户上。虽然我不知道学校的账户，但是系统的能力可不是我能够想象的。系统立马回复到没问题，最多10分钟就能够解决。我闻言呵呵一笑，虽然1个亿资金之前的我觉得很多，但对我几千亿美元来说却是9牛1毛都不算，因为光存在银行吃利息都得用亿来计算，更别说还有7个庞大的家族帮我经营投资。此时朱明放下电话，整个人都开始发呆了，似乎在想我承诺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而5分钟不到，学校财务处就打来了电话，只听财务部的主任声音颤抖道：出大事了，学校的账户上多出一大笔钱，整整有着1个亿。朱敏当场猛地倒吸一口凉气，但还是理智的说道：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？你有没有查过？财务处主任表示，我和银行确认过是一个私人账户，但是他们无法透露打款方的身份，我也没办法确定到底是从哪里来的。朱敏的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了起来，然后嘴中喃喃说道：我知道是谁打的，他怎么也想不到我所说的是真的，1个亿的资金居然说到账就到账。财务处主任有些疑惑，是谁啊？朱敏闻言也不知道从哪里多出来的底气，直接说道：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捐的，等一下你立马来我的办公室规划一下这笔钱的用途，说不定这次我们就能把一中给扯下来。我在得知1个亿已经到账后，再一次拨通了朱敏的办公室电话。朱敏的语气瞬间变得激动无比，差点就要热泪盈眶了。他对我说道：有了这笔钱，学校的教育力量一定可以得到一个质的增长。我表示先谈谈这笔钱的用途吧，其中一半先为学校添置10栋教学楼和实验楼。然后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打断了我：咱们学校有多大你不知道吗？一共也就4栋教学楼而已，一下子建10栋，我们这地皮都没地方。
我闻言顿时笑了起来，毕竟我没有考虑那么多，索性直接说道：“我信得过你，你安排就可以。”朱敏激动的泪水都快要流了下来。我打算先用1000万给学校增添一栋教学楼和一栋实验室，然后完善一下学校的硬件设施。第一步就是把学校的空调全部给这群兔崽子换了。我顿时激动的朝沙发打了一拳，他特么的早就该这样了。我高中3年来的梦想就是把空调给换了。朱敏接着说道：“其中的一部分资金，我打算聘请一些省里的特级教师来我们学校任职，另外成立一个奖学金，帮助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和尖子生。”我听完觉得他的计划是非常好的。还是你想得周到？朱敏强忍下内心的激动。这个基金就用你的名字命名吧，名叫阿成基金，你觉得如何？我想了想，感觉怪怪的。没必要，这个基金我就当做是一个发起的，以后说不定还会有很多校友愿意捐款。名字的话，就叫做海洋之子基金吧。那就听你的。我代表韩华二中的全体师生谢谢你。这么一说，我感觉有些不好意思，直接说道：“怎么说我也算是二中出来的，为母校出一份力也算是应该的。”突然，朱敏意识到，他一个大3的小伙怎么能有这么多钱？不会是走了什么弯路吧？我直接解释道：“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，我父母最近去环游世界了，然后把家里的生意全都交给我打理。”朱敏笑道：“看不出来你家里还挺厉害的。”看不出来你家里还挺厉害的。不过一下子挪用这么多资金，你家的生意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这个你放心，这点钱对我家来说就是9牛1毛而已。如果这1个亿资金不够的话，我再捐点。接下来的事情我全部交给他们，我只是负责出钱，就算是赔了也没有关系。很快到了晚上，我跟往常一样看直播，但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国内刷了1000万礼物的账号，现在已经有了100多万粉丝。再看向私信，电脑上一下弹出来几万条留言，不是求交往就是来抱大腿的。我夸了一句，这电脑真不错，现在的一体机居然做得这么好。可却没想到系统表示，你哪只眼睛看到这是一体机的？在这栋别墅下面有一台小型的超级计算机，显卡更是价值8000万的8090。我闻言顿时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，这东西可是国际级的战略科技产品，一般都是用来国防和科技事业，可自己居然用来打游戏看直播。很快我进入朴老师直播间后，他连忙说道：“要不要一起来打撸啊撸？我们车队刚好还差1个人，正好我也觉得没啥事儿，直接就加入了朴老师的车队。”但下一秒我才发现我没有这个区的号，于是我直接在弹幕上喊了一句：“哪个兄弟的号借我使使，不白借，账号直接发给朴老师就好。”顿时之间评论区一阵火热，而朴老师的车队都是大师以上的分段，很快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大师号。我登录账号，二话不说直接充值了10万块钱，把所有皮肤买了一遍。评论区的人全部都惊呆了，这他妈谁运气这么好？下次借号总要提前说一声。朴老师表示给你介绍一下，其他几个都是我以前打职业时候的队友，现在都退役了，分别是秃子和影子还有小孩。我连上队伍的麦克风后打了个招呼，我还记得自己看的第一场撸啊撸直播就是小孩的比赛。我虽然技术不算很差，但在游戏中还是弱了不少。不过影子一直在帮我抓对面的中单，甚至最后4个人还拼命帮我扛泉水，让我拿了一个5杀。目测陆总要开溜了，陆总的提薪大队何在？星宇小姐姐直播间集合，朴老师见状也懂了。3天之后就是魔都的直播展会了，有兴趣的话过来玩一下。我回应了一下没问题后，我们就约好了3天之后在魔都见面。画面来到星宇的直播间，听说他竟然也要去直播展会，我的心情瞬间就变得大好，到时候一定要亲眼见识一下他的真容。聊了没几句后，我就准备睡觉。但我忽然意识到上次任务的奖励系统还没有给我，虽然说先祖不要的垃圾听上去很磕碜，但是我相信一定是让我震撼无比的东西。系统表示，你可算是想起来了，第99代宿主交代过，你总是丢3落4的，如果有机会让我来教训一下。我闻言当场就麻了，这居然是老爹交代的，那我也不好去怪罪系统。话音刚落，我的脑海中就出现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空间，在里面看了半天后，我才发现它是独立的。于是我向系统问道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系统表示，这是利用空间科学造出来的可移动独立空间，不过你现在可以使用的也就1个立方米的空间而已。我闻言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虽然只有1个立方米，但已经能够干很多事情，而且我只要意念一动就可以使用。在空间里镜头拉近，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瓷瓶。我疑惑地问道，这不会是什么古董吧？这里面这股草药的清香还挺浓烈的，装了5颗黑不溜秋的东西，有点像伸腿瞪眼丸。系统解释道，这可不是普通的东西，这是曾经第15代宿主为秦始皇炼制长生不老药时不小心炸炉做出来的失败品，本来是要被他给丢掉的，但被我给留了下来。我听完再度语塞，怎么我家跟秦始皇都有关联？系统继续解释道，因为第15代宿主跟我学习了很多炼丹知识，当年已经成为了一个炼丹大师，
让人多活个10几20年不是什么难事。我听完，心中诞生出一股浓浓的自豪感。这5颗垃圾丹药到底有啥用？有延年益寿的功能吗？系统说道，这是失败品，自然不行。但它只要不是断胳膊断腿，什么伤病都能治，包括现在的癌症和艾滋病。自从前几天开始，卧槽，这2个字我都不知道说了几次啊！如果这5颗丹药暴露在医学界的话，绝对会引起巨大的轰动。而这种宝贝居然只是自己祖先不要的垃圾，还有比这更加暴殄天物的事情了。忽然我意识到，跟他们比起来，我已经算是非常节俭朴素，连他们不要的垃圾都有这样的功效。祖先不小心丢掉的东西，又是什么逆天的宝物？我甚至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想完成下一个任务。画面转到第2天，为了赶去魔都，我一大早就被堵在了高架上，因为我还是低估了直播展会的魅力。无数的粉丝从各个城市赶来，只为目睹自己喜欢的主播真容。我看着一时半会儿路况也得不到丝毫改善，直接让朴老师先自己进去。如果是平时，朴老师多等一会儿也无所谓，今天他可是约了一位大佬。虽然那王宗算不上华夏首富，但是也绝对是名列前3甲。我痛快地说道，没问题，一会儿会上线。这个王宗我自然也知道，他是华夏富豪榜前3大佬王林的公子。只因一句，我交朋友从来都看他有没有钱，反正肯定没有我有钱，直接爆红网络，所以他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有人气的网红。看着前面堵成长龙的汽车队伍，我一泡尿已经憋了很久，直接随口说道，要是有个飞机就好了。系统直接表示，宿主，你有私人直升机，就停在机场内。我闻言瞬间一惊，对啊，我家的海鲜和牛肉都是私人飞机运输过来的，有一架私人直升机也不算什么奇怪的事。想到此处，我立马拨通了庄颖的号码，随后直接说道，我这里前面出交通事故，连续几个小时都没有动过。庄颖随口说道，就这么点小事吗？您的私人直升机在机场长期待命，你那个位置最多20分钟就能到。我听完此话直接躺了下来，有钱真是好，看来我很快就能告别这个鬼地方。很快，在20分钟后，天空中一阵轰鸣声响起，一架通体漆黑的直升机从天而降，引起了路边上不少人的惊叹。我看着这架直升机，当场就亚麻呆住。本以为只是一架小型直升机，却没想到它都快赶上运输直升机那么大。那巨大的风压仿佛要将下面的车辆全部碾坏。系统表示，这架直升机是由一架退役的武装直升机改造的，是你老爸几年前出资1.2亿美元悄悄买下来的。我闻言瞬间目瞪口呆，我爸这风格未免太彪悍了吧？殊不知路上的司机全部惊呆了，这直升机怎么停到了高速上？难道是要接人吗？我的天哪！我长这么大都没看过这么大的直升机，是不是前面有人受伤了，要及时送往医院？就在周围那些人纷纷议论的时候，飞机上的云梯忽然下来4个黑衣人，他们手中拿着类似吊绳的东西，将我那辆保时捷卡宴给牢牢地固定住，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返回了直升机上。正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飞机竟然直接起飞了，超过2吨重的卡宴被轻而易举地拉上了天空。我并不是没有坐过飞机，但这样的方式我还是第一次。谁知道这绳子特么的结不结实，万一断了，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我都要变成一团肉酱。系统表示，宿主放心，这架直升机的动力就连坦克都能拉起来，10吨以下的东西不可能把它给崩断。我虽然听着他这么说，但心里还是慌的一批。在我的担忧中，直升机平稳地朝着直播展会飞去。只是在这一路上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录下来传到了网上。仅仅几分钟过去后，这段视频已经火遍各大社交媒体，甚至在每个平台上都登上了热搜榜。标题就是毫无人性。在江南大桥交通拥堵，一辆保时捷车主居然呼叫直升飞机飞越拥堵路段，主要的还是因为这架直升机太大了，拖着一辆汽车在天上飞逝，太过显眼，几乎所有看见的人都忍不住拍摄照片或视频。毕竟这种事情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一次。此时的朴老师和众多老队员已经在场馆内，在他们其中还有一个极其出众的网红帅哥，这个人自然就是王宗。高调有钱就是他最大的标签，但他本人也不排斥。突然在他的手机上弹出一条热点视频，只见一辆保时捷卡宴被巨大的直升飞机拖在天空，这样的画面就算是在电影中也很少有人敢这样拍。朴老师一把夺过他手中的手机，反复确认这个视频的真实性，嘴里还喃喃地说道，这也太牛批了。王总感叹道，我觉得我已经够高调，想不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比我更加高调的。车子被堵在高速上，居然喊直升飞机来托运，这也太夸张了。这也正常，那一辆卡宴才100万吧，和这架直升机比起来，档次差太多了。随后他忽然意识到什么，这直升机不会是最近一款叫做滴滴打飞机的软件上的吧？我记得他们是提供直升机服务的，就是价格高了一点。王宗摇头说道，不可能，3年前我和我爸去美利坚的一场私人拍卖会的时候见过这架飞机，它是由退役的武装直升机改造的，最后用1.2亿美金的价格被我们国内一个不知名的富豪给拍了下来。奇怪了，难道你爸没有想把它买下来吗？当然想，但是那个最后拿到手的人实力太强，
只要他想拍下来的东西，没有人会加价。想到当年那个在 VIP 房间竞拍的神秘人物，王宗现在都非常好奇。当时不管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摩根家族等各大家族代表，对那个神秘的买家都十分的害怕。朴老师有些疑惑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很可能和当初那个神秘富豪有关系？王宗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8九不离10，要是有机会，他还真想认识一下这个人。”突然，一个小伙大叫道：“你快看，那架直升机好像朝我们这边飞过来了！”王宗也顾不上那么多，对他来说，这个车主的身份十分重要，所以他直接张罗着旁边的人说：“赶紧进去看！”响亮的引擎声从空中传来，很多闻讯赶来的人已经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圈，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我的真面目。我暗道，这下恐怕完犊子了，下面至少围了几百个人，估计一出车就会有无数的摄像头对着我猛拍。我顿时悔不当初，自己的这个登场未免也太高调了。终于车子落地了，那4个黑衣人再度从直升机上下来，将绑在车上的绳索收完后，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回到飞机上。没过一会儿，直升飞机就消失在天空中，仅在刹那间，我这辆保时捷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围观的群众把这里包围得水泄不通，我就算想离开都做不到。于是我立马拨通了朴老师的电话。朴老师，你在哪里？赶紧过来救救我！朴老师顿时被我的话搞得一头雾水。你已经来了吗？在哪儿？我的私人直升机把我丢在场馆门口了。你有没有办法帮我疏散一下人群？朴老师听完当场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他妈是你的车呀？他怎么都没把我和这辆保时捷的车主联系在一起？还以为我现在还在大桥或者高速上堵着呢。王宗看向他的表情也是疑惑不已，直接对朴老师问道：“这是谁啊？”朴老师表示：“你忘记我今天要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吗？就是最近在竹子平台上很有人气的那个方总。”王宗毫不在意的点了点头，毕竟直播平台上的土豪多了起来，但王宗也不会和谁都结交，也许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暴发户呢。朴老师指了指那一辆保时捷说道：“这个方总现在就在那辆车上。”听闻此话，王宗再也不能淡定了，这辆车的主人可是让他老爸都得给面子的人，绝对不是普通的有钱人那么简单。朴老师表示，他跟我打电话说现在遇到了困难，让我们帮忙疏散一下这些人群。王宗闻言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，搞这么高调，现在知道找我们帮忙了吧？话虽这么说，但他还是立刻给保安打了个电话，毕竟这场直播展会他可是最大的投资人，没有之一。很快，一群保安过来开始疏散人群。周围的人散开后，我趁机开进了地下车库，确认附近没人后，我才淡淡的走了出来。随后我暗想，完犊子，这辆车恐怕以后再也不敢开了。于是我立马跑到角落里，悄悄和庄影求助：“你能不能帮我再搞辆车？我那辆车估计被拍到网上，再也不敢开了。”电话那一头的庄影笑得皱纹都快出来。其实我在魔都的机场也有那种小型的直升机，但他专挑这么大的，就是想找点乐子。如果他这种心态被我知道了的话，我恐怕杀人的心都有了。随即庄影表示，我一会儿就把车给你送过去。你在魔都有很多大型的私人店，仓库里为您预留了很多品牌和款式的车。我表示先给我弄一辆玛莎拉蒂438。要说阿波罗，太阳神是我的梦想，这辆玛莎拉蒂就是我以前的小目标。解决完这件事后，我从车库走了出去，沿途中还遇到了不少人，不过他们看着我40-50块钱一件的 T 恤，根本没把我和刚才那位神秘人物联系在一起。出来后，我再次打通了朴老师的电话，通过询问知道他们现在就在我刚才降落的广场上，于是我一路小跑，很快就在入口找到了他们。刚见面我就认出了朴老师和王宗王校长，至于其他几个人，虽然不算太熟，但也眼熟。朴老师看着我，有些不敢相信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方总了，毕竟我的长相太年轻了，他原本还以为我至少也有个30-40岁。我索性直接说道：“没错，我今年20岁，在江南大学读书。”朴老师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来，就介绍道：“我旁边这位就是王宗王校长，前几天我们打游戏，你应该认识的。虽然我是第一次见到他的真人，但相对来说还算是蛮接地气。”王宗此时热情地跟我打起了招呼，想不到咱们国内还隐藏着你这么年轻的富豪，偷偷问你一下，那架直升机卖不卖？我出1.5亿美元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我顿时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打上我直升机的主意了。其实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想知道这架直升机到底是不是我的。王宗继续说道：“不瞒你说，之前这架飞机的拍卖会，我和我老爸都在，要不是你出手，这玩意儿我们就买下来了。”我当时呵呵一笑，这直升机是我爸买下来的，和我没有什么关系。不过你要是想要的话，这架估计不行。我家里还有一架阿型武装直升机改装成的私人飞机，价格合适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其实这个消息也是刚才庄影告诉我的。我老爸之前非常喜欢将武装直升机改装成私人飞机，在我名下这样的直升机大概还有20多架，每一架的价格都在1亿美元以上。
3言2语就谈成了一笔生意，让朴老师和他的朋友们都惊呆了。原来有钱人都是这么聊天的。王宗幸灾乐祸地笑道：“要不先借你一辆车吧，你那辆保时捷以后恐怕不能随便上路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用。我的助理郭辉就给我送新的车过来，那辆车以后再也不开了。朴老师的几个朋友们心里吐槽不已：“你不开，还不如送给我算了。100万的车竟然说不要就不要。”他们心里可是看得心痒痒的。在直播展会上，我和王校长、朴老师一路走来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大量的目光，因为我是一张让网友们都完全陌生的脸。很快到了中午，王宗在附近酒店订好了座位，这是一家5星级酒店。原本他们只是想随便解决一下，但因为我来了，也不能太没有档次。在饭桌上，大家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，他们都对我的身份感到了非常好奇。我表示我家里面啥都做，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到底有哪些产业，就连我家里这么有钱也是上个星期才知道的。至于我父母，他们都不在了。我这一句不在了，只是说他们不在地球上，而王宗他们却理解为我父母都不在人世了。他们连忙对我道歉，我也没有过多解释。要是哪一天他们细究起来就有意思了，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跟我爸妈说了句对不起。没曾想此时王宗打起了我的主意。我们最近打算拍一部电影，但是缺了点资金，有没有兴趣来投上一股？不会吧，你家这么有钱，投资一部电影还要找我融资吗？有钱也是我爸有钱，他给了我一笔启动资金后就不管了，后面的全都是我自己投资赚的。最近投资有点多，手头有点紧。还差多少？剩下的我全包了。你问都不问我多少钱，竟然就说全包了吗？我可是还差整整5个亿。很快我听完了他的想法，王宗为了制作出自己心目中的真人版豆腐，将自己手头所剩的5亿流动资金全投了进去。如今听完财务的规划还剩5个亿，我毫不在意，直接说道：没问题，剩下的这5个亿我出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挺期待的。在高中时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被窝里看这本小说。王总有这么好的想法，我绝对是100个支持。可谁曾想，他竟然还有些怀疑，直接对我说道：“你认真的吗？”我直接斩钉截铁地表示：“你不用再怀疑我了。这区5个亿对于我来说就是洒洒水。”坐在旁边的朴老师等人顿时翻了个白眼。5个亿这么庞大的数字，一般人一辈子都赚不到1%，也只有面前这2个人敢加上区区这2个字的前缀。王宗其实并不是怀疑我的态度，毕竟我父亲可是他老子王林，都得给面子。搞不好我就比他老子有钱。我继续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演员和导演的事你尽管安排，一定要找好莱坞最好的导演和演员。至于钱不够的话，直接来找我就行。”这句话以前一般都是王宗投资的时候对别人说出来的话，现在被别人这样说，王宗心里有一点难受。于是他立马在微博发了一条信息，说道：“你们可能不信，刚刚有人对我说钱不够了找我。”此条微博一发，底下的评论彻底沦陷了。数千万粉丝的一句话，瞬间飙升到了热搜榜的第2名，仅次于早上的武装直升机事件。评论区出来了各种人才，工作人员称直升机事件是主办方的特殊节目，但根据我的经验分析，一定是欲盖弥彰。这事件的当事人很可能就是说出这句话的人。此话一出，热度蹭蹭蹭的往上涨，我和王校长等人出入酒店的照片也被拍了下来。只不过因为清晰度低，并不能看清我的脸，但有一点几乎可以确定，那架武装直升机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去找王宗的。王宗下午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，不能够继续留在会场。庄影安排的车已经送到了酒店门口，只是这辆车和我想象中的有些差距。我要的是一辆玛莎拉蒂430，为什么眼前这辆车长得这么奇怪？王宗一见这辆车，顿时就瞪大了眼睛。你刚才说有人给你送车，说的就是这辆车吗？别人不认识，他可是认识这辆车。这是玛莎拉蒂 MC12，全球限量一共50辆而已，华夏一共就只有2辆，但这2辆的车主他都认识，并没有姓方的。很明显，这辆车绝对不在那2辆之列。此时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人，他恭敬地走到我面前道：“方少爷，庄小姐交代我给你送车钥匙过来。”我有些莫名其妙，怎么给我送来这么一辆招人眼球的超跑？周围已经不少人注意到这辆车了，甚至已经开始拿着手机咔嚓拍照。中年人解释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前不久因为那个型号的车被查出来存在安全隐患，庄小姐知道你喜欢玛莎拉蒂，所以干脆让我开这辆车过来。”我顿时被气得牙痒痒，但又无可奈何，车都已经开过来了，总不可能再开回去吧。突然王宗饶有兴趣地问道：“老陈，你这车从哪里来的呀？我记得华夏就只有2辆吗？难道是从国外哪个富豪手中搞到的吗？”我表示我也不知道，于是直接将目光投向了那个送车的中年大叔。你知道吗？中年人瞬间露出了疑惑的神色。您在玛莎拉蒂有87.2%的股份，您不知道吗？每次有新的车型，工厂都会第一时间送几辆成品先到您的车库，那些都不在限量发售的总数之中。
我翻了个白眼，暗道真是离了个大谱，这钱特么的怎么才能花完？现在都还没有联系其他6大家族的产业。王宗顿时伸出了一个大拇指，随后又拿手机发了一条微博。就在刚刚，我和玛莎拉蒂最大的股东吃了一顿饭，吃完之后我自己才知道这回事儿。我今天真的是特么的被人拿钱砸晕了。和我相比之下，王宗就感觉自己是一个穷逼。简单跟他们道别后，我扫视了周围一圈，然后联系系统说道：“那些照片能帮我删除吗？毕竟站在这样一辆拉风的跑车边上，不想引起围观也困难。”系统表示：“你的要求我可以轻松办到，但是你别忘了，第一阶段的任务就是让你打出响亮的名号。现在鉴于你的任务进度缓慢，我想为宿主开启大型任务，接受吗？”我顿时有些惊讶，如果失败的话，会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？又或者说，你会不会杀了我？